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9日下午的17点5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指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反弹幅度达到1.88%，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我们看到啊，道指虽然反弹了，但是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盘前合约，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呢，继续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情况。所以呢，市场多空在这个位置上是充满分歧的。同时呢，我们回到道指上来看啊，周线级别上，道指在完成2轮半的下跌西游之后，发生了一轮周线反弹，然后本轮的下跌呢，我们看到这轮下跌构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非常明显的出现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那么本周呢，如果继续下跌，不断创出新低的情况下呢，它应该走出一个唐僧阴线啊，唐僧阴线。但是昨天的反弹在周线上这个角度上看，让它重新回到了一个沙僧阴线的实力范围。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啊，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做震荡。所以呢，这个位置反复出现震荡之后呢，我认为趋势仍然在下行的趋势，周线级别一定会走出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一轮周线级别完整的下跌西游，同去年从2020年的2月份的这轮周线的下跌相互平行啊。所以说呢，这轮反弹昨天的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但是在它的反弹情况下呢，我们看比特币稳定站上了$18,500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回到比特币来看比特币的结构。目前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在比特币的这个波谷的这里面啊，目前走出了3次波谷了啊。当然了，第一轮反弹它的反弹幅度是最大的啊，主要是围绕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做的这轮反弹啊。第一轮反弹呢，反弹幅度42到44啊。那第二轮反弹呢，反弹的幅度是23%。那么现在18210这是一个低点，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低点的这个波谷位置是在$18,500附近啊，这个没毛病。日线级别上呢，目前逐渐走稳啊，通过这几天横盘震荡呢，我们感觉日线级别逐渐走稳，并且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4小时级别上它的启动的位置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发生的一个启动位置。启动之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双重巴特的一个走势啊，就是多空2个方向进行绞杀。那么现在这个在4小时级别这里$19,800这个4小时级别的169日均线啊，当然我们看到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相互重叠，也就是说在$19,800附近，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力啊。之前有过短时突破，这个短时突破呢，就是焦点位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突破，然后快速下杀回来，然后再反复上打上去啊。双重巴特对多空2个方向都进行了绞杀。但是我们看这个时间级别上它的这个双重巴特呢，做的是小时线级别的双重巴特啊，小时线级别双重巴特。双重巴特后面怎么走呢？首先我们要观察目前行情确实是在一个稳定的震荡当中，同时呢，美股在昨天给出了一个多头的信号啊，当然了，这个多头信号还不是很强烈，只是一个反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比特币是有机会在这个第3次波谷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一定的反弹的。但我们最近一直给出了一个观点，反弹是有可能发生，但是反弹的幅度并不一定大。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慢慢的把这个空单在这个10月份布局下去在10月份布局下去。这里的反弹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在目前底部形成3次波谷的这个情况下做的一轮反弹。这个反弹目前还没有一个大的涨幅往上去，但是现在观察这里这个位置上波谷形成的概率已经很高了。
那么在行情当中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在上一波啊，也就是比特币到达$69,000之后啊，它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就观察到了反复震荡。多空双杀之后啊，围绕这个大开口的三角形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连接出来之后，观察到它的上方出现了什么呢？4次波谷啊，4次波谷，第4次的时候发生了快速下跌。那么这一轮行情非常类似啊，一定会非常类似的。我们发现行情当中出现了3次波谷，所以呢，这个位置确实还有一定机会啊，还有一定机会上涨到$21,000附近啊，上涨到$21,000附近。但是我们在$21,000附近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是应该布局空单啊。首先呢，目前行情啊处在一个熊市的状态当中啊。那么前面我们发现了啊，已经出现了2次波谷，这个波谷呢是在18500，那么第3次波谷之后再次出现反弹，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机会。因为如果行情在反弹之后再次回打到18500附近啊，那么行情将面临4次波谷。如果出现4次波谷的话啊，非常容易直接打下去啊，将所有的多头啊全部消灭之后，不断创下新低，最终呢走出本轮熊市当中的终极的一个低点位置啊。我的预测是在$10,500附近啊，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同时呢，我们观察首先我们切换时间级别去观察，首先是日线级别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它的第一轮反弹呢是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呢第二轮反弹，我们看这里黄色线，第二轮反弹是4小时级别的。第二轮反弹在这个位置上，4小时级别急涨之后呢，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4小时级别涨完之后，那么目前它玩的时间级别是什么呢？玩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的。小日线我们看到了，小日线来回震荡形成收敛动作之后，急速拉升，做小日线上涨动作之后啊，涨不动了，上方遇阻了，然后快速下杀，也是这个小日线级别的，所以它玩的时间周期是逐渐减弱的啊，它的振幅是逐渐衰弱的啊。当然了，10月份是比特币月啊，那么今年的比特币月是非常不看好比特币能有一些大的涨幅的啊。我认为从底部18210啊，它的最大涨幅不会超过20%啊，15%到20%最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反弹过程当中，一定要慢慢布局空单啊，慢慢布局空单。特别是我画的这个压力结构，如果能够达到这里面啊，我认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啊。当然了，我认为在现在的这种非常弱势的行情下，$21,000啊就可以了，就可以进场空单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美股对行情的影响啊。美股现在是处在一个周线级别杀增位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这个位置震荡会比较多一些，反复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呢，整体的趋势它依旧处于一个下行趋势，因为周线级别它已经跌破3万点了，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3万点了，并且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啊，169日均线已经跌破了。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趋势非常明显的下行结构啊，所以呢。整个技术市场都处在一个熊市，都处在一个冬天啊，所以呢，多头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啊，慢慢加入我们空军，慢慢把这个空单加进来啊，最终呢，才是能够获得熊市当中的趋势上的利润啊，熊市当中的趋势上的利润。那主力庄家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呢，不断的震荡，不断的洗人呢？啊，多空都做呢，甚至是就是因为让你误以为。18500怎么都跌不下去，怎么都跌不下去，怎么样都跌不下去，这是一个铁底啊，无论我怎么震荡啊，都不跌破这个铁底。最终呢，市场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底部已经到了啊，底部已经到了，行情见底了。那么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币种啊正在做它的表演啊，正在做它的表演。非常多的币种在做它的表演啊，山寨币的庄家呀也会找机会啊，一旦比特币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啊，他们就要做出一些动作，把资金
把这个在比特币上的资金，在以太坊上的资金，在很多主流币上的资金通过它的拉升动作强力拉过来拉过来再收割只有资金不断入场，人民热点不断轮动才会构成才会给到庄家一些机会去对你进行收割。所以呢，行情是存在轮动的，资金是逐渐轮动的这种轮动的机会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比特币震荡的过程当中做出一些把握做出一些把握。特别是今天我 VIP 群中提到了一个 ETHW， 为什么提它呢？在小日线上它形成了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三角形，那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我们认为是变盘的位置。这个位置呢要掌握好，小日线级别发生突破了，是事实上的突破，所以呢把止损设置到 10.5 美金附近设置在这里之后呢，你伴随它有可能出现一个小时线级别的突破动作从而在这个行情当中，在震荡行情当中获利当然了，这个之前涨幅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一个新币种涨幅大，是因为它在行情当中主力庄家拥有它最多的筹码进场之后，它主动拉升，不断在高位进行派发做这样的动作。同时呢，在熊市当中，它的拉升会把很多资金吸引到它的这里为后面的行情做铺垫有人玩它才能做出收工动作。特别是在这种震荡的机会当中，我们看到它的结构也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拉升动作4小时级别拉升动作之后做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回踩震荡出一个小日线级别收敛结构之后发生的突破这个突破呢，无论真假你都可以去做顺势而为会做得更好。你不要在这个突破过程当中做空这个特别是山寨币它做出了多头动作的话你就顺势去做多，同时设置一个止损就可以那我们先不说这个，先说以太坊。那么以太坊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始终是处在一个压力线附近。这个压力线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看图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 0.07 这个比值附近在这个比值附近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以太坊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反复在这里面一直反弹不上去那未来的时间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容易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对前面的行情做出一个平行结构。那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呢我们观察一下，以太坊对USDT 的交易对呢，它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反复震荡之后，在周线级别上同样有机会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方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那下方的有唐僧阴线，所以呢，我们给出目标还是1100美金这个目标位大周期的这个目标位不变，然后最终的目标位是260美金这个也还没变。但是我们看一下小时线和这个4小时线小时线目前还处在一个震荡，那上方压力位呢是1450美金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做布局一个仓位的空单。然后 Luna C 的玩法还是这样我们之前在行情当中看到了它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4小时级别独立的上涨，这根阳线呢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成是悟空阳线这是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顶到这里之后，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1690均线构成了压力，所以呢我在 VIP 群中提示压力到了，你布局的时间点和位置呢应该是在 0.000263026。那我们后面行情当中后面说的时候简化就是26，在26这里抄底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小日线上涨之后15分钟级别调整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我们看小日线这里面也有这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大概是在26这里。这个支撑呢，我们看到均线支撑1690均线和140均线同时在这里面支撑这个位置非常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作用所以呢我在 VIP 群中给出了这个点位你到这里面买进就可以了。然后呢昨天快速拉升之后
啊。为什么做这个快速拉升呢？它要改变一些结构，怎么改变呢？它的结构呢是不断调整并且变化的。我们看到了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小线这里面已经做完了，做完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拉升，拉升之后它还要调整它的结构啊，它的结构呢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呢做行情做单不要死性啊，一定要根据它的变化啊，在动态中感觉到它要做什么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快速拉升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15分钟级别，15分钟级别这里面连接它所有的波峰，你看啊，这个波峰我们可以连接到很多点位啊，每到这个点位上，它就形成了一个压力啊，对吧？然后波谷的连线我们也可以连过来，连过来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收敛三角形正在走出来。走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行情价格就是在这个波峰波谷之间来回运动啊。当然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应该做一个调整啊。我们认为的是2点构成一条直线，但是呢，我们应该踩出行情当中最多的覆盖最多的2点。那么我们发现了它的这一波行情很快就要到达一个什么呢？一个新的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呢，大概是在9月30日凌晨3点45，所以呢，这个焦点位附近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当前的这个时间从现在到凌晨3点15，它要做什么呢？做一个变盘的动作。如果你作为多头的话，你的布局的位置我认为是在275附近如果你没有仓位的话，布局的位置275附近。如果跌破了27，你就要止损。如果行情当中它在这个焦点位附近直接拉升的话，那你这个275附近的这个买进的这个位置就有获利。如果下打回来之后，你之前布局了一个仓位，这个仓位不动，下打了回来之后你在25这个位置上做一个第二个仓位要补仓做第二个仓位的补仓。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前面结构当中，把时间级别画到4小时4小时级别，这个波谷的连线在这个25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你第二个仓位呢要在25附近去布局。25附近布局之后，它一定会大概率的出现一个拉升动作。25这个仓位呢，你到27附近就是这个连线的延长线后面这个区域上，要把这个第二个仓位这里面是第一个仓位，要把第二个仓位进行减仓第3步减仓第二个仓位减2然后如果再次出现拉升的话，你第一个仓位呢，这里的第一个仓位27附近的第一个仓位可以再度减仓，这是步骤4。所以呢，根据行情不断的变换你的布局的位置不断的控制你的仓位，最终呢可以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得很多的利润。当然了，这个结构是变换的你要根据它的形式去做最好的操作方式呢是设置一个挂单比如说现在这个位置上275附近你有仓位的话那你的这个仓位的止损呢，你设置到27这个仓位止损你设置到27，然后到达25附近你做一个第二个仓位买进第二个仓位，然后止损呢你可以设置到25所以呢，总之灵活控制你的仓位最终呢不会让你本金损失更多可以在这个波动行情当中、震荡行情当中获得一些结构上的利润这是结构上的利润，和那个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趋势上的利润是不同的大家可以对我的这个观点和这个理论呢去理解一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上购买我的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